早安，这里就是 Salmon Whisky。今天是胡志明自由行的 Day 2，给你们看看这是酒店吃早餐的地方。这里就有香肠、培根类，这也是我喜欢的。烤个面包，这里就是我们拿的食物。这粤式烤鸡肉蛮好吃的，这个鸡肉卷搭配它酱料也是很赞。吃完早餐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我们第一个目的地。其实我们酒店距离很多我们想要去的地方都不会很远，就是10多分钟就可以到。可是经历过昨天很难过马路的经验，我们还是决定坐 Grab 比较好。然后胡志明的市容大概是长这样的。餐厅卖这种一堆的食物耶，大家有知道是什么来的吗？我们到了我们本日第一个景点，就是统一宫。可是今天还没有开放参观，我们是6月20号去的。因为我来之前我们就有先看一下谷歌，可是谷歌上也没有说今天是没有开放参观的。然后我来到的时候还是写23号才开始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哦。可是统一宫这里附近蛮多咖啡厅和餐厅的。如果大家有来统一宫这里的话，午餐或者是之后可以在这里找吃的。现在我们是去这我们今日第2个景点，是来胡志明必打卡的地方，就是胡志明槟城市场。哇塞，大家里面一眼望去超热闹的。现在我们走进了美食区，就是来吃我们的午餐。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个摊位，可是刚刚也是有其他摊位小姐姐拿他们的菜单给我们点饮料，还有其他食物。这里就可以吃到各种地道的越南料理。上菜啦，我们就点了3份食物，还有3杯饮料。第一个就是粤式烤肠。这个话其实它跟台湾香肠的味道有一点相似，就是皮脆的那一种，然后就要沾它那个酸酱，就很开胃。它咸度是刚好的，不会太咸，只是它算是蛮重口的食物，就是吃了打嗝会有味道。然后粤式法棍的话，我们是有点2个，一个是鸡肉，一个是猪肉的。这是烤鸡肉的，那个鸡皮是肉眼可见的脆，而且他们给的料超多的，超扎实的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烤猪肉的，因为它是有蜜汁调味过的，就有一点甜甜的味道。大家来的话，我真的是很推荐这杯 Avocado Smoothie， 真的是很顺滑，很浓稠，而且它甜味刚好，不会太甜，而且会盖掉那个 avocado 涩涩的味道。吃饱我们就继续逛啦，这里超多那种越南咖啡豆卖。第3站我们来到这个圣母大教堂，可是它在维修着。那这个教堂是法国人建的，它在19世纪末就有咯。虽然它的外观是在维修着，可是里面的钟声还是有继续的跑的。
那来到我们今天第4个景点胡志明中央邮局，这里真的太漂亮了吧！我真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建筑物。现在我们就走进去参观，看里面是怎样的。这里很多就是卖纪念品啊，然后你可以买邮票，在这里写信寄回去。给你们看多一次它的外观，真的美。那在中央邮局有隔壁就有一个胡志明的蛮出名的打卡景点之一，就是这个书街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整条街就是书店来的。那这里书籍的语言种类主打就是越南语还有英文的书籍。这里还有一些超可爱的帆布包和明信片之类的，而且走在这条街道真的是很舒服，不会说很晒很热，因为它有很多那种树叶顶着。我真是超渴了，然后我就买了一杯柚子果汁。现在我们就准备打车，准备去吃晚餐啦。今天我们要吃晚餐就是这里。这里的氛围也太有年代感了吧！我真的超爱这种，就是旧旧的阿嬷家。连味道也是有那种旧旧的家具味的。那这家餐厅是我在谷歌找到的，它 Google Review 就有4.3，然后 TripAdvisor 的话就有4.5，我就觉得它评分蛮高，应该不会踩雷。给你们看看超用心的一点，这是他们家菜单，还有英文的版本，而且还有写一点自我介绍，而且厚厚的一本哦。我觉得就是祖传阿嬷会做的菜全部都写在里面了。那这里的话，主打是吃比较越南传统式的家庭居家料理，就是比较像那种点菜然后配饭吃那一种。我们点了2瓶果汁，还有1个椰水。它吸管超环保啊，是用那种植物的茎。上菜啦！有一说一，这里的食物分量没有很大份，那这个分量配它的价格的话，就会比较偏向中高端的餐厅。第一道菜，香炸鲈鱼配百香果汁。它的鲈鱼炸到外皮很酥脆，然后鲈鱼的肉本身就比较紧实了，而且配那个酸酸甜甜的百香果汁，真的是很好吃。可是它一碟里面才有5块耶，我觉得不够吃啊，太少了。第2道就是最经典的越南春卷。这春卷的话，它是包虾仁的，然后它体积其实也没有很大而已。这家餐厅所有的料理应该就是走精致路线的，然后就可以搭配这个他们自制的花生酱，就有点酸酸，可是蛮浓的花生味。然后它里面是插着一根韭菜啊，然后我家不喜欢吃韭菜，就很难接受那韭菜味道。第3道香茅豆腐，这道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家名菜，因为我在 TripAdvisor 那边看，就蛮多人有点这道菜的，然后我就很好奇，所以我点。豆腐的话是鸡蛋豆腐类型，然后搭配他们那个炸过的香茅，真的很提升味道。第4道当然要来点碳水啊，然后我们就点了这个蛋炒饭。我没有想到它的蛋炒饭是用这种糙米饭煮了，真的是很粒粒分明，而且他们有放一点胡萝卜和青菜，就吃起来整体蛮健康的。最后就是这道炒通心菜，可是这个的话调味有点清淡，所以吃到有一点通心菜的苦。吃饱啦，走之前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室外是怎样的，还是很美哦。
今天最后一个地方就是酒店楼下的便利店，最后我们来一个便利店零食开箱吧。这里就是刚刚买的零食和饮料。这个椰子花生豆蛮好吃的，它椰味很重，外皮是脆脆的，然后里面包着一颗花生。接下来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，可是味道一样的蛋糕，这就像普通的戚风蛋糕那样。这种绿豆奶我第一次喝，可是真的是很好喝，可是糖分有点高啦。最后我和大家大推这个，如果你喜欢吃那种咸甜的零食，真的是要试这个玉米的零食，它玉米味很重，然后又有咸咸甜甜那样，真的是吃不停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下一集的行程依旧精彩，我们就去了这个超著名的粉红教堂、绝美风景的文青咖啡厅，还有他们著名的咖啡，而且我们还会去探索 Cafe Apartment 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小小透露，就有去到这个帆布包潮店，还有一个咖啡厅。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没有，因为那天是我生日，然后晚上我们去了一个风景超美的烧烤酒吧，那一天是整个行程里面最嗨的一天。对了，老话还是要讲一次啦，如果大家喜欢看我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